好，韩国瑜啊，今天有个茶会，赖清德准备茶点，准备什么茶点呢？说有桂圆红枣茶、凤梨酥、花莲薯哦，花莲薯很好吃，我们到花莲每次都会吃花莲薯哈。那说凤梨就翁来嘛，哦旺哦国家繁荣。花莲薯呢，说花莲啊，这个薯有个台湾的图啊，说团结啊。另外呢，台语一句话叫番薯不怕这个落土烂了哈，只求枝叶代代传了哈。这跟圣经上一样，一个麦子如果说不死就是一个麦子，掉在地面烂了就可以长出很多麦子。番薯也是这样，叶子烂了，但就发出很多的叶子。哦，番薯叶常常我们接枝都可以长，或者番薯发芽也可以长啊。那所以呢，反正就是当然都是要过年了嘛，新年嘛，这种吉祥之意了哈。这个枣子茶啊，那韩国瑜没去啊。那韩国瑜说：“我不能去啊，因为你是国政啊，我是立法院长而已啊，要取得各党团授权的，否则我代表谁去啊？我不能代表国民党去啊，对不对？哎，你真的不要以为立法院长很大，立法院长我告诉你，很无聊的，坐在那上面。”除非你下面有什么暗盘交易协商，否则的话你这个在那边干嘛？我不是讲过吗？当时立法院长，我当立委的时候，我骂立法院长，我说你为什么不处理啊？为什么还在那边拖啊？这样，他说赵伟，你把案子递上来我才能处理啊。你没有案子我怎么处理啊？所以立法院长不是他有议案，要委员各党团提出来，他才能处理啊。哦，所以呢，韩国瑜说我要取得各党团授权，讲的也没错啊。如果你只是吃饭喝茶聊天，我可以去啊。你要讨论国政，我怎么去啊？对，好，所以呢，总统府不解，说奇怪了，是当时韩国瑜提议说喝个茶吧，交换意见呢，那怎么现在又不来了呢？哦，那韩国瑜大概想说，我的提的不是让你搞这么严重，国政茶叙，好像国事会一样，这很严重了哈。所以呢，说赖总统是不是误会了、误解了宪法第14条？我们宪法44条是总统对院与院之间的争执，除本宪法有规定者外，得召集有关各院院长会商解决之。就是这个院跟那个院中间有冲突啊，把2个院长找来，总统来协调一下，他只能做这个事情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徐玉珍委员说：“哎，你这是鸿门茶嘛？你这是鸿门宴的鸿门茶。”开国事会议算了，你现在讨论国政，对不对？搞个茶会谈什么国政呢？郑丽文说呢，这是带头毁宪哦，你带头毁宪还找人喝茶摸头哦。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说，你们现在财政划分收束法会导致明年我们要举债5000多亿，所以中央会失去灾害应变的能力哦。今天上午喝茶，下午昨天晚上左任他就发文。说他要善尽民主宪政守门人的职责哦。那今天我的脸书上，你是守门人还是破门人呐？你把门踢破了，是立法院哦。你说立法院3度通过法律，你可以不附属，你总统可以不公布，有这种事情。行政院长以前是立法院要立法委员通过才能够担任行政院长的。所以他有间接民意，因为以前总统也是国民大会代表权的，也是个间接民意。好，那当时李登辉为了怕立法院不同意他提的这个行政院长的人选，就把立法委员的同意权拿掉了，这非常不对的。拿掉以后，行政院长变成行政院长，等于是总统的管家一样。我今天要换你就换你，我明天要换你就换你，他不要管立法院到底同不同意啊。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原来因为行政院长是要立法院同意他间接取得立法委员一个选出来给他的间接民意，所以如果他跟总统如果是在做的事情，他认为违反民意的话，行政院长可以不附属。行政院长的附属权是要平衡总统的，不是总统跟行政院长联合起来跟立法院作对的。他的宪法不是这样子定的，宪法不是这样解释的。哦，那昨天他下午3点开了记者会，他说3点半，他说第一个，他们为什么不附属？因为你们立法院修这个法，违反权力分立的原则；第二个，也违反公开透明的原则；第三个，你们伤害国家的发展，所以不同意啊。好吧，我们先看看茶会的情况。
10:16，卓荣泰坐车抵达总统府。稍早还有考试院长，因为10点半总统要和他们举行国政查叙。不过这名单本来还有立法院长韩国瑜。就在上个星期五呢，韩国瑜是突然表示说呢，礼拜一的国政查叙他是不克出席。消息曝光呢，也让总统府相当意外，希望他可以回心转意哦。不过事后呢，韩办这边也透了，因为韩国瑜认为说呢，他代表的是立法院长，也是3个党团，所以他的出席应该要3个党团都同意才可以。谢谢大家。尽管总统期盼韩国瑜能回心转意，但韩院长看来心意已决。只是韩国瑜的拒绝是否因拒绝替行政院打算不附属财划法这事来背书？毕竟15号正是10天公告日的 deadline。财划法的2次修法，更大幅削弱中央政府财政。如果要照新修的财划法来编列预算，将导致中央政府明年必须举债5000多亿元，未来每一年也势必要举债这样的一个金额。总统会不会如期公告？看看这前一晚的态度，似乎已略知一二。另外，卓荣泰也在深夜抛出一张黑白照，强调自己必将善尽民主宪政守门人的职责，就算是拼了命扑倒在球门前，也要阻止任何违宪行为越雷池一步。尽管全文都没提到附属2字，但据悉不附属的这选项对赖政府来说已势在必行。好吧，卓荣泰下午3点半开的记者会讲什么？我们再看一下。我曾多次拜会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跟立法院的各党团，而且总统也前后2次邀集相关院的院长进行国政会商，希望促进朝野和谐、策会团结，寻求长治久安之道。但令人遗憾的是，韩国院长无视宪法。今天公然拒绝总统的邀请，再一次关闭了讨论的大门，关闭了协商合作往前走的这条道路。那切凯，韩院长今天不去吃茶，你们觉得怎样？他上次被摆了一道，大家记得这个事情吗？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也是周荣泰来拜托啊，赖清德来拜托他。他那次我们就讲说鸿门宴没去啦，你没有劝他？他说以苍生有劝啊，苍生为念。他说以苍生为念，他还很好意的，他还带着先生不出奇奈天下苍生。对啊，他还带着解药去。结果呢，你看我先讲这一次这个不只是鸿门宴，这是一样嘛，就是韩院长常讲的嘛，赖清德生病了，老是找韩国瑜要去吃药。那这次又是一样啊。我先讲2月份那次，那2月份那次韩国瑜是带着药去的，那一次是总预算的争议。因为我们要求行政院自己要统删636亿，这个以前历史上以前那个张俊雄说就有统删，这每一年都有的啦。结果本来就是可以解决嘛，韩国瑜就还是去，韩国瑜带着解药去哦，好意去哦，结果后来出来以后，行政院跟总统我更不接受他的解方，还倒打他一把，他没摆到一次了，你这次要他去，他怎么敢去？我的了解是这一次有私底下有碰到，那只是因为最近这个财报法事情僵在那里嘛。然后那个韩国也是应该是好意的，他要的是私底下就插叙嘛，你们搞成一个什么国政的，你2月份就重来一次，他怎么赢你？而且最重要的内幕，我跟他讲，重点是什么？这次这个财划法这个争议，韩国瑜不是没有帮忙出面去解决的，连赖士葆都被拜托了，他已经谈的差不多了，然后就说好，那你如果要解决方案，那你至少你把行政院版，你到底那个试算表拿出来给我看啊，你怎么有解决方案呢？你行政院那个试算表，财政部长打电话来说试算表拿不出来，你自己都不解决问题，然后你自己不解决问题，你怎么可以是扣这个在野党例子那个帽子？那现在更严重了。好，我现在讲一下，今天刚那个记者会最离谱的是什么事情？又在造谣，他竟然说他5000亿，因为我们过了财划法的修正案，5000亿拿不出来。这次财划法为什么在这修正？要拨乱反正啊！因为我们去年底过了财划法之后，我们把统筹款增加完之后，民进党去搞了什么事情？他竟然违法乱纪去砍了地方的补助款2646亿，那里面是什么？营养午餐的钱啊，地方防洪治水的钱啊，这种钱怎么能砍？还有捷运已经盖完的该补贴的这个钱，他连这种东西连续性的法定的义务支出，他全部都砍，所以我们必须要拨乱反正，就把它返回来，所以再修了一次。结果他现在竟然说要5000多亿，这5000亿从哪边来的？本来就不存在啊！你自己去乱砍，违法乱纪砍了地方的补助款2646，我们叫你把它补回来
啊，你现在是，你从哪边去生个5000多亿出来？那是吧，兄？根本就是造谣。这个七凯兄刚才有提到啊，就那一天啊，在1个礼拜5哦，然后韩院长找了现在财委会的召委林思敏跟我上一届的召委啊，然后就跟财政部长、还有行政院秘书长，还有这个民进党团以及各将，大家就讲说行政院的版本要进来了，请你们看，你看可不可以支持？我看了一下，我说我们就在1个礼拜前刚通过立法院的版，对，就是他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当统筹被税款多给地方政府的时候，结果他砍我们的补助款，啊，所以我们再把它修正回来，说你这个要地方补助款不能砍，计划型补助款要根据过去10年平均，我们是这样子。如果行政院真的有版本，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你就应该进来啊，对不对？1个礼拜而已，为什么1个礼拜以后你丢出来了，然后说我不要立法院的，表示他原来有，只是没拿出来而已。你原来都有，好了，那我就提一个要求，我说你这样子啊，我没有办法来帮，没有办法来谈，请你做一个试算嘛。你有这个自负业者，哦，这条那条，这条那条，怎么修？你总是有说，那这个结果，台北市拿多少钱？统筹分配税款多少钱？这个一般补助款多少钱？计划补助款多少钱？新北市多少钱？这个要这样子给我，那我们再来看，我们再来讨论，是这样子的。所以韩国瑜等于找了财委会这一届跟这个会期跟上个会期的召委一起来想办法帮你，结果好了，他答应说下个礼拜的礼拜2会出来，结果礼拜1下午就打电话给我了，财政部长说啊出不来了，那么难吗？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很简单，他故意他不想拿出来。事后讲了，他说只要给这个案子过，4段表马上出来。对啊，我就看到。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有啊，他盖牌呀，拿不出来大概，拿出来不好看，拿出来不好看，或者怎么样？就简单来讲，就是说他要盖牌，要你案子给他过，那我没有试算表，我怎么去帮你来审这个东西？我们就没办法走啊。所以我觉得韩院长韩国瑜已经释出最大的善意。你看找了委员来说，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一看我们就觉得这么基本的要求，你给我试算表。他说他有，但是他不给。他拿不出来啊！他拿出来以后，他就马脚就露出来了。是啊，对呀，对不对？所以他不能拿给你看呐。会反弹。现在再回来，结果。好，这是开了宪政的恶例哈。左龙派拍板不附属财政收支划分法，说停止这个恶法对国家的伤害。恶法良法不是你行政院决定的，是立法院决定的，你没有资格来评判。了不起是他们以前释宪，但问题现在释宪不能释啊，那你就得做啊。就算他是恶法亦法，你也可以做，你不能自己来当大法官说他是恶法，所以我不做，我不附属，不可以这样子的。你这算什么呢？你这无法无天嘛！哦，简直是胆大包天，简直是骇人听闻啊，简直是前所未闻啊！那他说我这个不是独裁，哦，立法院你有意见呢，提出不信任啊，你提出不信任我啊，哦，那左荣泰就轰说呢，你们这叫国会独裁，哦，然后呢说呢。被毁宪乱政的国会倒阁是毕生的民主勋章，你们对我提出不信任，把我倒掉啊！哦，我是毕生的荣耀，我真的也服了哈，这个实在是哈，你把这个过程给川普讲一讲看看。那说，所以媒体就说，你阁揆不是打脸立法院的，是打脸总统，因为附属权是制衡总统的，你今天拿来制衡立法院。哦，你紊乱了宪政的运作啊！那另外呢，这个说，所以他们讲说，你这叫赖皮便当会，你开个便当会就自己当自己大法官了，哦，不附属是违宪独裁，国民党认为是这个宪政独裁了，违宪了哈。而且赖清德，你现在这个行政、立法、司法3权集于一身嘛，你还当了大法官了，所以黄国昌说，民进党想要上街抗议。说这是人民发出怒吼的时刻了啊！那蓝白喊违宪，说不去倒阁，
所以民进党团就说你不满行政权就提不信任，就逼你们提行政，提了不倒戈以后就要立法院重新改选嘛。他就想你们改选以后，他就赢了。我告诉你，以大罢免、大失败改选，他也不会赢了，只是劳民伤财而已啦。那所以呢，行政院不附属财政法逼你们倒戈，因为你现在立法院通过法我都不执行，所以立法院等于是废了嘛。罗志祥说这是阳谋，国民党不奉陪，你们想我们倒戈，然后你们要重新这个改选理由，国民党不会这样做。我们看一下，11月14日3读通过的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案，本人身为行政院院长，将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第37条决定不予附属本次的修法。若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附属的决定有意见，立法院可以依照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第2项第3款的规定，可以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投票来制衡。行政院不附属的这项权利，绝非行政权的独大，也绝非行政权的独裁，因为它可以受到立法院宪法所赋予的不信任案来做不同的表示。蓝嘉宇，你在台大法律系高材生，你认为可以这样吗？现在就是行政院就是用你的魔法来对付你嘛，因为本来其实大家如果对于这些法律有争议，或者是认为说是违宪的话，可以送宪法法庭。但是因为这个宪诉法修改之后，我们的大法官没有办法这个达到这个开会的门槛，所以现在违宪的争议就等于停摆在那里。所以对于行政院来讲，原本这个财划法已经8次复议，认为窒碍难行的，那就是没有办法执行的状况之下，应该如何去处理？所以我相信卓荣泰院长也很为难，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好好坐下来谈，因为包括主计长等等也都认为说，如果说依照现在蓝白所通过的财划法，一般性跟计划性的补助款只能多不能少的情况之下，那么政院每年就是要举债，那举债的金额就是刚刚所讲5000多亿，会超过预算法的一个上限，就是15%，达到17.5%。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在违宪上行政院认定说这个也有问题，所以这个状况就变成说，如果没有办法送宪法法庭，那行政院又该怎么办？所以这真的也是一个宪政上的两难。所以行政院长也说，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我这样子不附属是有争议的你不接受，那你就发动倒阁，那这个也是立法院的权利。所以现在双方就是变成很尴尬，僵在那里。可是我相信赖清德总统也希望说大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才愿意邀请这个韩国瑜院长，大家能够好好的来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争议。可惜就是也没有得到这个好的一个回应，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大家都觉得说对方违宪，互相指责违宪，那到底谁说了算？当然是宪法法庭。所以如果能够让大法官能够达到这个门槛，赶快让大法官会议能够召开来去宣告，我相信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法。否则对未来来讲，所有的这些案子，行政院认为我可以不附属不执行，可是这个立法院也不提出倒阁，那就永远就是停摆在那里。那也没有人去做一个仲裁或者是一个判断，说到底这个有没有违宪，到底是谁违宪？那双方现在互控违宪，那谁来当一个这最中立，或者是大家都能够相信的？我相信以现在的状况来讲，真的是会是一团乱。那这个小林委员，我要讲违不违宪这个固然是由大法官来，当然现在的制度上面就是由宪法法庭做决定，但是在宪法法庭针对财划法，或者是说现在这个卓荣泰提了很多的法案进入到宪法法庭，然后等待受理，大法官也不见得会宣告这些法案是违宪呐，更何况不可能说因为在大法官还没有审理这些案子的时候，行政院就可以去不执行这些法律。我认为今天卓荣泰他已经是未来在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政史上，他就是遗臭万年的这个行政院长，8次提起复议，然后把一些案子全部都送到大法官那边去要审理，然后更何况最重要就是他还自己说他是一个什么守护民主宪政守门人，他根本就是一个毁宪乱政的破门人。
完全藐视权力分立原则，他根本不遵守权力分立原则。立法院通过的法律，行政院长你就是要执行。中华民国现在史上没有一个行政院长是不附属法律的，也没有任何一个总统到现在为止是不公布法律的。赖清德，你今天你要成为中华民国这个宪政史上第一个不公布法律的，或是卓荣泰，你要作为一个不附属的行政院长，可以就是留待历史来评价。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公愤。看看我们现在有多少福国利民的法案，行政院不执行的，军人加薪法案他不执行，军警消的所得替代率的提高他不执行。财划法不执行，现在我们才上个星期五才刚通过的军公教退休金停砍的法案，据说现在卓荣泰也不打算执行。你看会引起多少的人民的愤怒、人民的抱怨？我们今天我们立法院，我们也是考量各个方面的权益的平衡，我们才通过的法律。行政院你就是执行executive 院就是要去执行，你没有权利可以去选择。行政院这个你不是说是好像把你要执行法律不执行法律当成是自助餐你今天喜欢吃哪样你就去吃哪样，然后你要执行哪个法律你就去执行那个法律，然后其他的你不喜欢的你全部都是摆烂。行政机关没有行使抵抗权的权利，我要讲的。现在我觉得我们民进党政府最糟糕，赖清德政府最糟糕的地方，他就认为说他们在行使抵抗权，所以他就是对于立法院所通过的法律，我爱遵守就遵守，我不爱遵守就不遵守，真的是毁宪乱政至极。不，基本上是这样的哈。你看美国的大法官这次比较例外川普的提名有6个，自由派有3个。过去大家都说自由派如果5个，保守派4个，自由派4个，保守派5个，因为他长期这个总统更迭嘛，有时候共和党执政，有时候民主党执政，有任命大法官就任命一个他比较这个属于跟他比较这个理念相近的大法官，所以长期下来他蛮平衡的。我们不是啊，我们问题是你如果说提名大法官都是你赖清德提名的人，都是听你的，那个大法官解释有什么意义呢？已经失去大法官解释的意义啦。以前经常是4比4，然后那个主席那一票看怎么样。那你现在所有送件案子，大法官都解释违宪，之前不都这样吗？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干嘛跟你解释呢？所以你赖清德基本的问题是说，你不肯承认你现在是朝小野大嘛，你不肯承认你是双少数嘛，你4成的总统，立法院是少数，你必须要承认这个现实啊。在这种情况，在欧洲，他就要主持联合内阁啊，或是至少要协商嘛。你既不协商也不合作，你就硬干不通的啦，你就硬干嘛。你只要知道当然现在当立委觉得我很挫折，我通过法你不执行，但如果说僵下去，倒霉的是谁？最后第一个当然是人民啦，对，但是会得到负评的是要负责的是你政府啊，行政部门啊，不是立法院，不是在野党，你行政部搞什么鬼啊？怎么搞成这样子啊？对不对？你就像说美国对不对？国会杯葛预算，所以政府关门，记得吗？前一阵子，对，政府关门这个很多预算呢被停止的呢。结果这个选举共和党大败啊，其实都大败，民众都把这个怨气是发在执政党身上，不会发在在野党身上。你搞错了，你真的搞错了。所以你一个执政者希望能够政务顺利推动嘛。我的理念能够实行，我的预算能够实行，没有说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因为你反对我说我更加反对你，是干嘛？这耍流氓打架我真的看这个情况，真的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干呢？甚至我真的在想，袁世凯今天当总统都不敢这样干啊，敢立法院通过的事你不执行，你敢不执行，你真的无法无天，胆大包天。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宣布参选台中市长，要争取国民党提名杨琼英事先也早先宣布了，杨琼英委员他做过台中市副市长，他是希望一场君子之争曾立文说，2020年非赢不可，提名一定按部就班有我的步骤那江启臣说呢，这个要请党中央多费心
那另外呢，这个杨琼英说呢，这个邀请江启臣进竞选总部，说这是君子之争，我们应该合作，不是对抗哦。我如果赢得初选，会邀请他加入竞选团队，这个意思哦。所以呢，这个竞总是竞选团队的啊，我赢了，就他会是我的竞选团队啊。那江启臣现在跟杨崇英就是蓝营变成初选。那卢秀燕呢，满面笑容，2度回应说很好，恭喜，加油，大家加油他也不愿意表态嘛因为他也很为难一个立法院副院长也是台中很重要的政治人物而且卢秀燕上次选台中市长，江启臣也很有风度的，就让卢秀燕去选没有争。那杨琼英又做过卢秀燕的副市长这个也是有姐妹情感的那所以呢，到底他要不要辞副院长？现在每次就要逼人家辞了。那江启臣说这以后的事情了，还没提名我现在辞什么那另外呢，何信纯说是应该是有人逼江启臣辞副院长，他才表态说要选台中，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的那另外他就说我现在是副院长嘛，要不要辞我是委员选出来的要不要辞我来决定嘛。那如果我现在还没有提名我，那如果将来不提名我呢？我现在辞了副院长，我这算什么呢？对不对？那就算是这个提名我，那我要选上我才辞。当然我也可以选前辞了，就要看他自己做决定了。但是法律并没有规定，我没有当台中市长，为什么要辞副院长呢？桃园的民调，张善政很强。桃园不管派谁，王银川、何志伟、黄世杰。张善政对王银川59比20，张善政对何志伟59比20，张善政比黄世杰61比19所以张善政是很强的工程师出身按部就班，实事求是啦，他不喜欢作秀但是呢，这个施政是一步一脚印的那满不满意他？非常满意跟满意有61%，不满意跟很不满意只有18%所以换句话，桃园对他是很满意的那我们看一下台中。对于台中市未来对我们的愿景跟想法，我们想要去实现它吩咐我一定要来帮他关心。表态争取国民党台中市长提名后，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一早就在廖伟翔出席活动发声，这是否代表已经获得卢妈三子的支持？很好，恭喜。加油！卢市长这番话比杨琼英表态时多说了一句很好，是否有弦外之音？卢妈没多说，只是面对姐弟之争白热化，杨琼英第一时间喊出，若是他初选胜利，一定邀请江启臣加入他的竞选团队。党内的机制，这个就必须邀请中央针对性。好，初选还没实现，提名都还没有决定，那个都是以后的事情。谢谢。我们一起加油！但绿营对手何欣纯话说得很酸，写下宣布是一回事，参选又是另一回事。毕竟国民党党内确实还要整合。如今传出蓝营台中内部民调，江启臣41.4%，杨琼英12.9%，跟何欣纯互比，江启臣39.9%，何欣纯19.9%，何欣纯对战杨琼英则是28.2%对上26.8%。那个机制，这个就有劳党中央储备心。谈到姐弟同心，江启臣避而不答，而杨琼英早担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召委，也特别安排非洲之温专报，似乎要展现自己对台中市政的用心。请你解决我们的问题，台中可以学习。请你什么台中可以学习？台中的问题你要解决。台中市长要面对。请你今天我们是在解决民众的问题，不是政治化。台中蓝营姐弟之争正式开战，但双方不恶言相向，或许是都清楚团结是唯一胜选方程式。齐凯，台中民进党没有推人嘛？对。应该没有，那个是不是有一个玉珍有表态了？麦医生有说可能到时候会你们怎么样？不过现在看起来就是台中，我觉得台中江启臣跟桃园张善政看起来这个选情都稳定了。你看张善政这个民调，满意度61的同时，你看他领先民进党了，都接近60%，对方只有2成，3倍嘞。所以我觉得桃园基本上算稳定，那台中也是稳定，因为你从历次这个民调看起来。这个江启臣领先的幅度就是他几乎已经碾压民进党这个对手了啦。好，那所以当然现在就是杨琼英也在争取，那就可能党内有一个协调或者初选，到后来其实也不会大的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这个意外了。那刚赵大哥提醒那个非常非常重要，实际上民进党叫你2把，他在土匪在抢地方的这个财源、地方补助款，到后来受害的是谁？
就是一般民众嘛，就照他刚刚讲的，一般的民众，我刚刚也念给大家听了。民进党现在砍的是什么样的地方补助款？你小孩子的营养午餐的这个钱，还有地方要治水、要防洪的那个钱，地方政府要做的这个事情，本来中央的钱有一部分应该下来做的，他现在把你砍掉了。连台中刚刚在讲江启臣，江启臣虽然很稳定，可是台中光是一个捷运哦，他那个蓝线已经盖好了哦，依照这个计划。本来地方补助款，他应该明年光是一个蓝线那个补助款60亿，他把它砍到剩下1.6亿。以后谁去当这个市长，老实讲也钱少很少。台北捷运也砍很多，也砍很多，200多亿，砍得更多。像我嘉义人，嘉义砍了69亿。我昨天回去那个在会上跟那个黄明华市长在谈，他说，你给我统筹款增加66，好不容易我们在争议这么久，他砍地方补助款砍69，这个都是一般民众受害之最严重，还倒贴8亿啊，倒贴3亿。到第三，我们现在还在力争，我们当然希望66、93亿。如果依法行政，如果依法像我们这些在野的立委，我们也帮地方。老讲有些民进党立委私底下也是赞成的啦，就说如果依照我们已经把它拨乱反正，他只要今天不要什么不复议，那你就依法行政嘛。那我们已经把它改回来，所以这个69亿加一这个69亿就没有砍了。我刚讲，刚刚台中的这个捷运这个60亿，你就必须60亿都给人家，不是砍到1.6亿了。这个已经拨乱反正，是最严重。然后我跟他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那个刚刚赵大哥在讲，你说现在赖清德跟总统比那个以前的严世凯还糟糕。我跟你连军事强人啊，蒋中正，我们立法院以前在1950年代，我们那时候有通过一个案子叫做电力的这个加价案，蒋中正气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怎么批你知道吗？他痛批说啊，批等骂那个立法委员啊，说国王家破已经到现在，那时候国家风雨飘摇嘛。国王家破至此而不觉悟，骂那些立法人说你不觉悟了，事成至死而不悟。你看骂那么凶啊，可他骂完之后，他也是公告啊，他也没说叫他的这个什么行政院长说我不附属啊，严世凯不敢做的事情，军事强人蒋中正不敢做的事情。另外，连民进党以前的总统陈水扁啊，陈水扁那8年不是也是立法院是在野党多数吗？通过多少案子？陈水扁敢说我的行政院长不附属吗？没有过吧？有哪一个案子他说他不公布？没有啊。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宪政非常危急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紧急开的这个记者会，我们因为表示严正的抗议，我们希望我们呼吁周荣泰跟赖清德闲来的马，回头是岸。可是呢，你如果再不悔改，我们号召民众一起上街。我知道民众现在一定非常气嘛，就赵大哥刚讲，受害的都是一般的这个民众啊，国家被你们搞成这样子，连宪法你都不遵守。你之前提复议，我念一个条文给大家听，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就是说你行政院你对我们通过法案，例如说裁判你有意见，你可以提复议啊，复议通过，条文怎么写？行政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周荣泰。你自己违反宪法，你要感觉什么守门员？你踹破大门的人啊！所以请你们回头是岸，没有的话，我们一起上街头抗议这个2把当土匪的这个政府。补充齐凯委员讲个重点，台北市非常惨烈。当时台北市政府预算，我们的一般性补助款被砍了将近200亿。中央怎么讲？说没有关系啊，因为我财划法会给你400多亿，你签很多。就财划法不附属啊，那像我们一般事务款被砍200亿怎么办？我们那些捷运、我们的长照、我们的老人、我们的育儿政策，几乎钱已经花下去，头也洗下去了。现在如果持续的拿不到钱，那怎么办？我不晓得怎么办。但对中央而言，在意吗？不在意。我觉得更可悲的是，很多绿营的人，台北市绿的民意代表，老实讲，他们也很尴尬，他们也很希望拿到这笔钱，但是中央不给，他们也不敢去争，所以到最后怎么办呢？变台北市可能接下来要么就继续负债，要么就是很多重大建设必须要往后推迟。所以我要说，明年的2026这个县市首长选举，我个人觉得意义非常重大。在野党不管是蓝或白，除了要赢之外，还要非常的团结。因为这个团结的氛围是要延续到2028，能够让我们的在野党能够重新的执政，把民党换下来是最大的重点啊。因为在民党执政之下，我现在想法改变了，立法委员一届任期多长啊？4年？不对，一届1年啊。选完之后1年会罢免，对，罢免完之后怎么办呢？失败了怎么办呢？倒戈，你们再倒戈，再选一次，对，1年选一次，立法委员的任期变1年1次啊。我觉得这莫名其妙到极点啊。明明财划法的部分很单纯，要么呢就是赖清德呢另提新的行政院长，要么就是卓荣泰自己下台，绝对不会选择要倒戈的方式来处理啦。
但是对绿营而言很简单，他就是要倒戈，就是要重选，反正在野党包括立法院提出来的法案，他不通过就是不通过，管你讲这么多，逻辑错乱到什么程度啊？要知道，总统公布法律完之后，行政院院长要做所谓的附属。那如果行政院院长不做附属，这种态度呢？他不是行政院反对立法院的决议哦，是行政院长反对总统颁布的法案啊，他完全搞不清楚状态啊，所以代表了现在行政院院长他做所有的作为，重点不是打立法院的脸，是打赖清德的脸啦。所以整个民党的逻辑非常错乱，到现在还是只会政治斗争，不把民众的国家的未来放在眼前第一要务啊。而且你按照这个宪政的精神呢，哈，行政院长提复议案到立法院。否决了，就是行政院对立法院的不信任，就是立法院对行政院不信任，行政院就要辞职了。对，平常心，你还搞8次，还脸皮厚厚在那边，这什么个世界？这什么个宪政？是什么个政治啊？实在是哦，真的是真的太荒谬了，真的太荒谬了。休息再回来。好，为什么要力挺林泰华参加初选？林佳龙说，不能未审先判嘛，没有判罪啊，对不对？哦，无罪推定啊，哦，不要让纷争断线呐，哦，所以林佳龙是支持林泰华的啊。那陈水扁访问林佳龙说不该未审先判，陈水扁也认为是对的啊，就是说呢，这是温暖啊，温暖。林佳龙对林泰华声援。有温暖啊，因为政治很多时候呢，看风向啊，觉得上面不喜欢啊，我就拍马屁啊，哦。那另外呢，邱意莹高雄杀进赖瑞隆的本命区，连办5场前阵座谈啊，一些不少的名嘴啦、政治人物力挺哈。那另外呢，这个因为他的子女原来卷到霸凌案的风波嘛，所以呢，他现在要回归选战的节奏，也踩进邱意莹的地盘，争取支持啊。所以呢，你杀进我的地盘，我杀进你的地盘。另外，台南初选。黄伟哲公开挺林俊宪，说只有林俊宪能够延续赖清德的理念，好，所以现任市长挺林俊宪啊。那陈水扁看好陈亭妃在台南、高雄邱意莹会出现，所以呢问他都微笑，没有表示是啊，没有这样讲，但是微笑就尽在不言中嘛啊。那原来赖瑞隆的最早林泰华声势很高了，被这样司法搞过来搞过去，后来变成赖瑞隆声势很高。那又发生这个霸凌风波，现在邱意莹看起来出现机会也大了，我们看一下。我感觉讲咱要有同理心，哈，咱嘛爱重视啦，哈，法治精神，伊有贪污无？好，伊该这些钱有可以家己落底下来无？哦，咱这种爱去厘清啦，卖讲未审先判。要党内不该未审先判，身为正国会掌门人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之所以如此感叹权益要参与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林泰华深陷助理费案。7届的立委，就因为一个有人去检举，就往这来做办案，哇，先该未审先判，咱冇可能大家拢当掉哦，包括过去国务机要会审计所谓包括阿扁总统以外，马英九嘛不当掉过啊。检调配合恶质的媒体，用尽各种手段，要让泰华断手断脚。毕竟在各大造势活动上都高声疾呼司法追杀，如今林佳龙再度声援林泰华，连主持人前总统陈水扁都有感而发。你嘛是这个正国会的这个掌门人呐所以你也鼓励，我相信这是一个安尼做温暖啦，不管会晓做官做代志，个会晓做人。这点我嘛要你学了啦。啊，这角度来讲，民进党嘛是一个咱经济冬季，免那互伊有一个温暖。哦，你莫有这个风筝啊断线，因为这内底嘛牵涉到讲伊的支持者足侪人的。喊话党内留点情面，若真成了断线的风筝，那就是一去不回。蓝嘉宇。刚刚这个阿扁总统的访问，大家也有看到了，就是因为林佳龙是正国会的掌门人，那林泰华也是正国会，所以基于这个同派系本来就是应该互相支持的，相挺。那更何况林泰华原本在民调第一，到现在变成在这个讨论之外哦，我想对林泰华的心情应该也是受到影响。所以这时候林佳龙送暖给这个林泰华支持，觉得说制度上至少要做到公平，让林泰华觉得说没有被民进党抛弃。
那种感觉。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在希望高雄市长的选举能够更公平、公开、透明。那另外当然台南市也是大家一直在关注的。那对于陈水扁前总统来讲，不管是邱意莹或者是陈亭妃，跟他都是比较有过去派系的关系，或者是在人脉上的关系，所以他如果去支持他们是可以理解。但是问题就是说，以现在民进党的这个初选制度来讲，还是会由民众来决定。那谁挺谁，其实都不是民众决定的重点，而是说这个候选人他平常在基层的经营，然后能不能得到民众最多的支持嘛。所以现在看起来1月18号我们就会正式公布，大家也不用这么急了。博弈，我觉得赖清德主席现在在民进党里面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他的想法党内几乎没有人太重视。他支持的林俊宪、赖瑞隆，要么出事，要么民调拉不起来。真的民调强的，不管是陈亭妃也好，还是之前的林岱樺也罢，只是因为他们不是赖清德喜欢的人，就一直不停的受到打压。这种结果，这种做法，我老实说，对民党内部是非常大的撕裂啊。民党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狼性的族群，以往就是哪一只狼够强，能够咬赢其他对方，最后人会大家一起支持他。但现在不是，现在感觉起来，民进党尤其在高雄、台南的县市首长提名人，几乎是有一种党中央高层钦定的感觉。这种做法会不会让民进党其他的立法委员或者是其他有意参选者能够心悦诚服？这个问题很大。讲实话，现在假设就算是赖瑞隆跟林俊宪最后真的出现了，其他周围的人，包括陈亭妃、邱意莹他们，真的还能够衷心的帮忙出现的人来参选，或者是辅选他们吗？我个人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啊！要知道，对于民党而言，明年高雄或台南，我个人觉得啦，掉了任何一席，赖清德主席应该就要下台负责任了。但是现在明明就知道这两个人状况不行的情况之下，赖清德却还是一意孤行的希望能够扶持自己人。我老实讲，他不只是拿整个国家的未来在赌，他还拿整个民进党的未来在赌啊！所以这种做法，我觉得非常的危险。但不管如何，我还是建议国民党的候选人要尽快做提名的动作，尤其是台南、高雄，其实几乎已经摆明就知道是哪些人要代表国民党参选了。不要拖，尽快的提名他，然后把党的资源来丢下去，协助他们来做后续的打仗。我觉得才是对于不管是国民党而言、民众党而言，之后蓝白合作一个最好的方式。目前看来，台南就是谢龙介，高雄就是柯志恩嘛，看起来就是这样。虽然也有挑战者，不过民调也差很远，而且他们其实布局经营很久了，布局经营很久了。对对对，来，翁伟。是我其实看到这个台南跟高雄的民进党的初选，我觉得这个戏蛮好看的。虽然说刚刚博弈讲说这个对民进党他的党内的和解不好，但是从一个这个我基本上就是本来就不希望对手的角度来讲，我真的看到他们的这个戏是一直发展下去哦。先是斗林岱樺，然后赖瑞隆，然后接下来会是邱意莹吗？不知道说到底这个赖清德他最后在高雄的属意人选是谁？会是许智杰吗？看原来是赖瑞隆了。对，可是但是赖瑞隆又被其他人又被攻击下来，又有一些状况，所以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民进党它内部对于这个位置的争夺的非常在意哈，也会有不同的这个攻击的这个声音出来。那么像现在除了高雄之外，台南也是嘛哈。那么台南这个陈亭妃这个虽然看起来不是赖清德喜欢的人，那么但是他也是积极的在争取哦。反观倒是说国民党现在的话，就是很确定在各个县市的县市长的提名的部分，至少目前看起来并没有出现什么太多的争议，尤其是高雄、台南还有屏东我觉得也都是蛮确定的，都有一个好的人选出来。那么接下来大概我觉得可能比较希望了，我觉得台中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这个杨琼英或者是江启臣，他们都是很不错的人选，不管是谁出现，那么另外一边一定会去支持他们。所以相对于民进党的选情来讲，我觉得国民党这边是胜利在握。我觉得林佳龙在这个时候敢一而再再而三来力挺林岱樺，很不简单的，我觉得很不简单哦。他也知道林岱樺已经是几乎出局了哦。那么而且赖清德的爱将想要的就是赖瑞隆嘛，另外一个就是林俊宪嘛。今天黄伟哲已经跳出来讲话了，说他就是觉得林俊宪最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会有变化了哈。原来讲说民调陈亭妃一定大赢，我不这样认为哈。赖瑞隆前几天因为受到他那个小孩的问题有一点挫折，不过别忘了，我们看这一次卓荣泰今天开记者会，是卓荣泰的意思吗？当然是赖清德的意思嘛。赖清德上个礼拜五我们宴会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民进党立委便当会便当会，他就是一个结论嘛，力挺行政院不联署，要不附属，或者是不执行。就这个他得下军令就是要做的嘛，所以这完全是赖清德的一个意志的贯彻。那既然赖清德在这个宪法这一步是贯彻的话，那人选一样贯彻啊。我不认为，我还是认为他最后一定想办法让林居宪跟赖荣选。我觉得这可能是应该是跑不掉。不过我也同意了，就是林佳龙这还不错了。哦，他明明知道这违逆赖清德的意思哈，而且机会看起来也不是大了。但是这个同党同派系啊，我要支持就支持。对，有时候政治啊只是一时的啦。哦，做人啊，朋友还是永远的啦。来，继凯，现在赖清德在党内并没有定于一尊哦。哦，我要提醒一下，现在你去看高雄那个选情，现在是等于是英系跟这个苏系，它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好，一起挺了这个邱意莹了，所以你看陈其迈还到新北来，可是然后苏贞昌还从新北还跑到高雄去，然后现在你看正国会的这个龙头林佳龙又出来了，他挺的是这个林代化，然后台南也一样是微妙的哦，台南基本上跨给民调统管是陈亭妃，这正国会的哦，那林佳龙他们实力也是会非常强，所以现在就是说民进党现在内部是在大内斗的一个状态里面，但是都是你在挑战赖清德的这个权威，好，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呼吁嘛，就是说可能如果人民现在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受